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今天我要挑战用乐塑土直接捏出戒指的造型，看看这种材料是否可以把它做成首饰，最后再透过铸造的方式翻成金属。这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过程，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。乐塑土平常都会被我用来包覆在工具上，可以避免刮伤金属。或者是在镶嵌的时候可以拿来固定香台。我看到它预热可以塑形的这个特性，就想要试试看，看能不能直接把它捏出一个戒指的造型。开始捏戒指形状的时候，发现它的冷却速度非常快，我好不容易捏好形状，它马上就硬化了，所以只好再泡水让它回到软化的状态，然后再重新来过。感觉就是要再跟时间赛跑。好不容易捏出了一个戒指的形状了，但是它实在冷却的速度太快，所以我已经捏好形状之后，想要再稍微调整一下它的造型，却已经没有办法，动都动不了。后来我采取2阶段的步骤。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先把它捏成长条形，然后稍微拉出自己想要的宽度跟粗细，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差不多捏不动了。然后再来我就再把它泡回去热水里面。第二阶段就是拿出来以后再直接把它塑造成戒指的形状，再调整一点细节，这样子我至少还有一点机会可以让戒指长得有点不太一样。我试捏了很多不同的造型，不过因为我接下来要用砂模铸造，所以那些太薄的、容易倒钩的造型，后来都被我舍弃了。最后我只有挑出几款比较不容易失败的，等一下就可以进行铸造了。像这种面条造型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捏这个，不过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砂模就是会倒钩，所以最后还是放弃它。然后像这种比较平顺、比较不会有倒角的这种，就比较容易成功。好吧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去铸造吧。砂模铸造，我之前有拍过几支影片了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看这些影片。那这里的做法我就大概叙述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用的这些铸造土都是可以回收再使用的，所以上次用完的土，把烧掉的地方拿掉以后，都可以重复再利用。然后把土切碎以后放进公模里，压平之后再用锤子把它敲密。接着涂上脱模粉，等一下我们的模具会比较好拿出来。这些是我挑选比较适合拿来做砂模铸造的戒指，我先选其中一个来铸造。乐塑土硬化以后，它还是可以保有一定的韧性，所以我们在把模子压在土里面的时候，稍微用一点点力，不然它会回弹出来，不太好压进去土里。在戒指上面再涂上一点脱模粉，然后把另外一边的母模也盖上去，再把土填满，压平。
做好浇筑口还有出气孔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接着去铸造了。这边来说说铸造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好了。通常我们在熔凝的时候，有几个要点要注意。一个就是你的钢锅有没有均匀受热。如果你在倒金的时候，你的倒金口它是冷的，你的金属很容易在经过倒金口的时候就瞬间凉掉了，以至于你倒到你的模里面就不容易流动。所以我们熔金的时间一定要足够，确保我在倒金的位置它也是有被加热到的。再来就是金属难免会有一点杂质或者是氧化物，特别是我们在使用回收的金属做熔金的时候，所以溶解到一个阶段，我们可以倒一点点硼砂来把一些杂质先去除。接着我们可以看到，金属如果完全融化，它会像这样蛋黄状，很好滑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靠近我们的模具口。那倒的角度也是蛮重要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倒金属的角度，多练习几次就比较不容易失败了。接着就要来开奖啦，打开就知道自己铸的有没有成功。看起来好像有，不太确定。我们把土剥掉，看看是不是全部金属都有流满。有流满，我们这次成功了。就像我影片开头说的，我们这个铸造土都是可以回收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铸造出来以后有一点烧焦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把它刮掉，就可以重新利用。这个就是铸造出来的成果啦。我们跟垃圾土放在一起比对一下，可以发现它的质感、还有角度、还有各个细节完整的被复制出来。我觉得这次铸造出来的成果还蛮成功的哦。虽然这次的热塑土介质有一定的成型限制，尤其是它的造型时间很短，不过它还是展现了不少潜力。下次我想试试看其他的塑形材料，看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，或者是想要看的实验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我们就下次见喽。